很多人透过影视剧认识李卫，大多以为他是乞丐起家，靠运气得到雍正赏识。真实正史当中的李卫出身富裕家庭，依靠捐纳取得官职，没有考取任何科举功名。在极重文凭的清代官场，这类官员往往被科甲文官排挤，很难走到权力高层。可李卫偏偏成为雍正最倚重的封疆大吏。纵观雍正身边的心腹，年羹尧手握西北重兵，最难逃赐死结局。隆科多掌控吏部人事权，最终被囚禁郁郁而终，同样深受帝王信任。两人落得悲惨下场，唯有李卫一路平稳升迁，常年主掌地方大权，始终得到雍正毫无保留的信赖，最后平安善终。巨大的反差背后藏住一套清代皇权底下的生存法则。今天我们gonna开戏说剧情，依照正史记载拆解李卫的为官智慧，看懂为何草根出身的李卫能够避开权臣避狱的猜忌陷阱，成为雍正一朝少数得以善终的核心心腹。李卫生喜江苏丰裕之家，康熙年间花钱捐纳获得员外郎职位，正式踏入官场。他从小不喜欢研读四书五经，文章写得粗糙，却天生擅长实务治理，善干洞察底层民生与官场潜规则。康熙朝晚期，朝堂贪腐弥漫，地方盐务常年混乱，私盐贩子勾结地方官吏垄断市场，国库盐税大量流失，众多官员心知肚明，却不愿意触犯庞大利益网络，人人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李卫上任之后，不顾各方压力，大力整顿盐政，严查私盐流通通道，抓捕大型私盐团，强化盐税催收。出色的办事能力慢慢走进还是皇子的胤禛视野。九子夺嫡的漫长斗争里，胤禛身边汇聚各式人才，年羹尧负责军事，隆科多掌控京师权势。李卫并不深度参与皇子之间的权力较量，只专注做好手上政务，不随意结交朝臣，不私自拉拢势力。这种务实低调的特质恰好契合胤禛日后用人标准。雍正顺利登基之后，王朝急需推行大规模改革，摊丁入亩，火耗归公，官绅一体，当差纳粮等政策，全部会损害士绅与科甲文官的固有利益。大量正途出身的官员消极抵触新政。雍正迫切需要一批不依附文官圈子、执行力强的心腹前往地方推动改革。没有科举标签、不受传统文官群体束缚的李卫成为最佳人选。雍正将李卫派往浙江担任要职，首要任务便是整顿盐务与推行税制改革。浙江向来是私盐重灾区，大股私盐盗匪盘踞水网地带，甚至拥有武装力量。历任地方官大多不愿意权力倾角，害怕引发动乱，同时得罪背后撑腰的士绅大族。李卫抵达浙江之后，一方面梳理水陆关卡，建立连续巡查体系，切断私盐运输路线；另一方面组建专门缉私队伍，抓捕头目，瓦解私盐团。干的短短数年，浙江盐税收入大幅提升，有效补充国库积蓄。推动摊丁入亩改革时，浙江众多地主士绅联合起来抵制新政，利用各种手段煽动百姓抗拒登记田产。不少官员畏惧士绅势力，不敢强力推进。李卫区分底层平民与富户士绅，柔性安抚普通民众，对刻意阻挠改革的士绅依法处置，不偏袒权贵，也不无端扩大冲突，稳步把新政落实到各个州县。一系列政绩让雍正对李卫愈发信赖，持续提拔他担任总督。掌管数省军民政务，手握大权的李卫始终守住几条底线，这也是他和年羹尧、隆科多最根本的区别。第一，坚决不结党营私。清代官场极重士绅，童年情谊，科举文官依靠这层关系抱团，形成可以制衡皇权的利益集团。年羹尧担任抚远大将军之后，大量提拔自家门生旧部，地方官员调动，军事人事安排独断专行，逐渐形成庞大军人派系。隆科多掌管吏部，大量任用亲信，打造统选势力。两人培植私人势力的做法，触碰到雍正最深的忌讳。李卫手握总督权力，从不刻意提拔亲友，不主动和朝中重臣勾结往来，不参与文官之间的派系斗争。他所有的政务举措全部围绕雍正的改革目标推进，不会急住职权打造属于自己的势力网络。在帝王眼中，有能力却没有私人党羽的臣子永远不会成为皇权威胁。第二，行事坦直，不擅长官场客套，也不隐瞒地方真实情况。很多官员上奏朝廷，习惯报喜不报忧，刻意美化地方治理状况，隐瞒动乱、贪腐各类问题。李卫透过密折向雍正汇报事务，直言地方弊病，不会刻意粉饰太平，有难题直接上报寻求对策。这种真诚的沟通方式让雍正能够掌握地方真实情况，十分看重李卫的价值。当然，李卫性格直率，时常得罪科甲文官，众多读书人不断在朝堂弹劾李卫行事粗鲁，不懂礼数。雍正清楚李卫的特点，知道他只是性格问题，并无谋逆之心，多次出面维护化解针对李卫的弹劾风波。第三，清晰认清自身定位，永远明白权力来自帝王授予，从不居功自傲。年羹尧平定青海大功之后，骄纵狂妄，面对朝廷钦差态度傲慢，逾越礼制规范。
忘记所有权力来自皇帝信任。隆科多同样居功自满，私自隐瞒收受贿赂的事实，心存侥幸。李卫即便政绩满满，依旧保持谨慎，一切重大决策事前上报，不擅自独断实施重大政策，时刻维护皇权权威，不会因为手握地方大权就滋生野心。许多人会产生疑问，难道仅仅依靠这几点就能保证长久得到帝王信任？我们还要结合雍正整体执政思路来看待。雍正经历九子夺嫡，对宗室、权臣结党极度敏感，他用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科甲文官群体，这群人饱读圣贤书，容易抱团维护士绅阶层利益，推行改革时容易消极抵抗；另一类就是李卫、田文镜这类非正途出身官员，没有庞大文官圈子做后盾，只能完全依附帝王，依靠皇帝支持才能站稳官场，天然适合执行触动士绅利益的改革政策。雍正扶持这一批草根能臣，本就存在平衡朝堂势力的考量，只是即便在这一批心腹之中，依旧有人迷失本心。年羹尧、隆科多便是典型案例。李卫清醒认清自己的位置，没有随权力膨胀改变初心，才得以独善其身。民间与影视剧不断神话李卫，增添许多传奇戏码，淡化背后残酷的皇权逻辑。真实历史上不存在乞丐出身的奇遇故事。李卫的升迁之路从不是依靠单纯运气，而是精准抓住帝王用人底线。清楚皇权体系之下，臣子最大的忌讳就是培植私人势力，任何能够威胁皇权的集团，无论曾经立下多大功劳，最终都会遭到清算。等到乾隆继位之后，朝堂风向产生变化，开始逐步修正雍正时期严厉的改革政策，优待科甲士绅。李卫依旧维持从政理念，持续稳定处理地方政务，依旧得到新帝礼遇，直到患病离世。纵观雍正一朝，所有核心臣子，八野党成员遭到清算，年羹尧、隆科多身败名裂，田文镜晚年饱受文官攻击，唯有李卫自始至终获得两代帝王认可，平稳走完仕途。看懂李卫的一生，我们就能读懂一条皇权时代永恒的生存规则。帝王需要能办事的臣子，却恐惧能结党的臣子。能力决定你能够走到多高的位置，懂得收敛野心，不私自培植势力，才能决定你能否平安走到最后。很多人只羡慕李卫一路高升的机遇，却忽略他数十年从不越界的克制。权力是一双双刃剑，可以带来荣华富贵，一旦滋生私心，试图打造属于自己的势力，危机便会随之到来。对比年羹尧与李卫截然不同的命运，更能看清清代朝堂权斗背后冰冷的底层逻辑。喜欢深挖正史权谋，分辨影视演绎与真实历史的朋友，不妨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觉得李卫能够善终，关键是自身懂得克制，还是刚好没有机会威胁皇权？持续带大家拆解雍正朝一众朝臣的命运起伏，解读藏在制度之下不为人知的帝王心术。